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谁吗？有的人会说梵蒂冈或摩洛哥，但这些都不是。它甚至不如一栋别墅的面积，但却有着自己的国歌、货币和一切国家必备的东西。而它的常住人口很少超过5人。像它这样的国家还有很多，让我们来看世界上最小的10个国家。第10，瑟波尔加公国。在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境的利古里亚地区的山上，坐落着一个村子瑟波尔加。这个村子很小，占地约13平方千米，只有300多名居民，但它却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成为独立的瑟波尔加公国。瑟波尔加人依然坚持拥戴自己的王室，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了自己的宪法、国旗、国歌、国徽，并与46个国家建交。2009年11月，该国首任国王乔治一世大公在统治43年后去世。2010年5月22日，建筑承包商马瑟洛梅内加托继任大公。第9，美国北角岛王国。距康涅狄格州海岸约 1.5 公里的地方是一个8000多平方米的岛屿，它就是北角岛，由迪恩·开曼私人所有。这是1859年建造的北角灯塔的所在地，用于警示浅水区的船只一直运营到1959年。开曼于1986年购买了它，并开始开发这片土地，例如巨石阵的复制品。他正试图建造一台风力涡轮机，但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阻止，他的所有申请都被驳回了。为了做出回应，他决定脱离美国的管理。这在当时没有得到法律承认，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为该岛制定宪法和悬挂国旗，并宣布自己是北角勋爵。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说服当时的布什总统与他签署一项非官方的互不侵犯协议。随后建造了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这意味着北角王国现在是一个绿色环保的国家。第8，利伯兰自由共和国。这是一个叫维特耶德利奇卡的捷克人于2015年4月13日创立的私人国家，声称拥有位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交界的领土主权，并指其国在将来正式得到国际承认后会成为全球第3小的主权国家，将实行直接民主的总统制。原则上，他建立利伯兰自由共和国并不违法，这里确实是没有主权归属的土地，它的领土面积也只有7平方公里。利伯兰自由共和国只是一片森林。现时国内只有7名公民，直至2015年4月18日，已经有约2万人递出申请。现计划在短期内会接受3000至5000人成为利伯兰公民，并寄望将来可让利伯兰的人口增至约35000人。第7，摩内哥。摩内哥公国是欧洲西南部的一个城邦国家，是世界第2小的国家。3面被法国包围，南濒地中海，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地盘生活了4万多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蒙特卡洛赌场及旅游业。摩内哥于14世纪形成公国雏形。1861年，摩内哥公国同法国签署协定，最初领土20平方千米，被法国不断的压缩后只剩 1.98 平方公里。还没有中国一个普通的小自然村大，虽然地盘很小，但却是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1911年首次颁布宪法，成为2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1993年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第6，雷东达王国。雷东达王国是加勒比海地区一个位于雷东达岛的私人国家的名称。面积为 1.6 平方公里的雷东达岛是一个无人小岛，位于东加勒比海。岛上悬崖峭壁密布，富含磷酸盐，特产是到处堆满的海鸥粪便。岛上没有淡水，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一位叫希尔的小说家曾宣称他是雷东达王国的国王，并拥有雷东达岛的主权。1880年，在一位安提瓜主教的主持下，他将王位传给年仅15岁的儿子。现今有至少4个人宣称自己有王位继承权，而在此之后，雷东达王国的王位还曾数次被出售。第5，阿克里阿赫季夫兰。
阿克里阿赫季夫兰由伊朗出生的水手伊莱阿列维夫于1971年创立。阿克里阿赫季夫兰是一个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西海岸边界的微型国家，靠近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这个地方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模特和反文化人士。当阿列维夫第一次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国家时，他被捕了，但在法官裁决后仅10天就被释放了。当时没有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创建一个国家。之后他继续起诉政府，法官在该案中裁定该地区应向他开放至少99年，但并没有明确赋予阿列维夫当选总统的权利。虽然微型国家现在不像它的鼎盛时期那么繁忙，但它仍然有一个招待所、一个露营地和一个在周围地区发现的奇怪物品博物馆。只有一个人永久居住在那里监督事务，但以色列正在积极推动该地的旅游业发展。第4，克里斯钦。虽然地处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位置，离丹麦皇宫和议会仅 1.6 公里左右，却是独立于这座城市之外的无政府之地，拥有自己的旗帜和徽章、货币系统、邮局、卫生所、学校等。50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撞开哥本哈根当地一处废旧军营的围栏，安营扎寨，宣称这里是不受哥本哈根法律管辖的自由地。至今，当中居民已逾1000人，包括首批入住者的第3代。这里被认为既是城市，又像农村。行走其间，你可能很容易忘记自己正身处丹麦的首都。现在，克里斯钦已成为哥本哈根继小美人鱼之后的第2大旅游胜地，每年接纳100万游客，堪比现代乌托邦的存在。第3，海螺共和国。为了应对美国边境巡逻封锁佛罗里达群岛，海螺共和国于1982年4月23日正式独立。只因美国坚持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基维斯特群岛。小岛距古巴只有171公里，由此产生许多古巴偷渡客。偷渡者乘坐快艇，在基维斯特登陆后，坐车沿1号公路直接可到华盛顿或纽约。1982年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出手在佛罗里达市的1号公路桥边架设路障，开始对入境车辆进行检查，排查毒贩和偷渡客。由于这路桥是连接基维斯特岛与美国大陆的唯一道路，一举造成了堵车绵延29公里的奇观，交通瘫痪。这一隔离措施严重威胁到海岛赖以生存的旅游业，激起了岛上有识之士的极大愤怒，并立即引发了美式的民主抗争运动，最终酿成独立的后果。第2，梵蒂冈。梵蒂冈是被国际承认的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位于意大利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的面积比我国任何一个地级市的面积都小，国土面积 0.44平方公里，这与天安门广场面积相当，常住人口618人，首都位于梵蒂冈城。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虽然梵蒂冈在地理上是一个小国，但因天主教在全球庞大的信仰人口，使其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拥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第1，西兰公国。这是一个由小组织宣称建立而未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这是位于英吉利海峡之上的废弃人造建筑，约距英国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10公里。该国自建立以来一直由其元首派迪罗伊和他的家人以及合作伙伴们统治。西兰公国的常住人口很少超过5人，其可供居住的领土面积大约有550平方米，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私人国家之一。自1967年以来，西兰公国上的22名居民就宣布了独立，不再隶属于英国。2012年10月，该国元首罗伊亲王去世，享年91岁。琼王妃将负责接管西兰公国的统治权。自1972年以来，西兰已铸造了许多不同面值的硬币。由于西兰人口极少，其自然条件无法进行生产，而且根本没有真正的经济，所以这些钱币根本不可能进行正常的货币流通。你认为这些国家够不够小？你想到这些地方生活吗？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